美国渲染中国军事援俄，挖陷阱，加剧紧张气氛，是打政治仗，也是玩经济牌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国外一直有声音说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。美国方面呢制造过这种声音，表示过怀疑，但是也承认过，并没有真的看到过这种迹象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因为俄乌双方手上确实拥有不少各种的中国产品，比如大疆无人机、道通无人机等等，但是这个呢都是民用物资，不能说是被军队用过就是军用的。第二呢，开战之后我们也没有向这两国直接销售过这些东西，都是双方的支持者自己买了捐给军队的，跟我们无关，我们也没法控制。只不过最近美国这类指责又开始活跃了，布林肯说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援助。北约秘书长也说，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武器，但是他们认为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考虑，并且有可能制定相关计划。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芯片，彭博社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并不是真中立。美国呢还用威胁性的口吻说，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，我们知道后果。对此呢，中国外交部当然要坚决予以否认了。这个大家要正确理解不是我们怕美国的什么制裁，所以不敢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，也不能赌气说你不让我给，我就偏要给。国际舞台上，我们跟美国人的舆论斗争，不是为了把对方骂趴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而是要通过我们的言行，让其他100多个国家看清楚，中国和美国不一样，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一样，中国要比其他的大国更可信赖，这才是舆论战的真实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支援，这是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是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的做法。而且中国还刚刚公布了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文件，大家可以好好读一读。第1条就是再次强调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完整。美国在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件事摆出来，我估计还有个目的。前一段时间，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外交互动使得中欧双方的关系开始有些缓和，尤其是法国态度表现最积极，这对美国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那么这个时候，美国说中国要计划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，无非就是希望中欧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。所以一方面是造声势给中国施压，另一方面也是看中国是会赌气呢，还是会保持战略定力。另外，我觉得美国还可能带有一些经济上的目标，因为今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再次复苏的一年，高盛给中国 GDP 增速的评估呢是在上调的，而外资就有可能重新获得在中国投资的信心。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再次恢复活力，能够再次加强与其他国家经贸联系和利益纠缠，那么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还有供应链转移就是空谈。他们面对中国仍然会跟以前一样，因为美国国内的商人才是政客的上帝，商人可不会跟中国这边的银子过不去。所以美国可能会想办法，通过制造对立情绪，通过制裁手段，试图破坏中国的商业投资环境，让国际资本不敢重返中国。美国人挖的坑里边还有第2层陷阱，所以斗争真的要有格局，不能只凭情绪。